阳光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能量之源。加州的阳光特别具有隐喻。在美国旧金山湾区，这里汇聚了众多顶尖学府，更孕育出硅谷这一全球科创引擎。我觉得人工智能会当入突破。It's not only AI and it's not only tradition. 跟中医碰撞在一起以后，会有个非常美妙的化学反应。当中医遇上科技，在阳光普照之下，它会长出什么你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创新的东西。今天呢，我们在三藩市呢，这边是一个八卦图，咵一拉下来是一个无人车。我们在旧金山真的特别有意思的一种碰撞，所以呢，来我们把安全带系上。四海中医疗愈之道，我们在一个无人车里面开启了美国的中医探访之旅。在这个车里面是代表着未来人工智能发展方向的无人驾驶，外面是最传统、最经典的社会。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上个世纪乃至100年前、150年前以前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然后它几乎以一种很缓慢的方式在流淌。拜拜。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这样说，他说，中国人有一个很奇怪的方式在世界保留它的文化辈分。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医中药就像一个文化样本。旧金山唐人街中药材样本里有一个特别的元素——花旗参。它早在300多年前就传入中国，并迅速圈粉，融入中药宝库。而19世纪40年代，随着华工移居北美，海纳百川的中医药文化又来到花旗参的原产地，开枝散叶，也让美国人重新认识花旗参。好靚啊！呢條靚啲，我送俾你啊！這個梁老闆送給小梁啊，這個是超過60年的了。祖傳醫術。對啊，我做這個很傳統的，這是美國的花旗參。有一味藥叫獨參湯，就獨呢是單獨的獨，就是人在最後的時刻，真要救命，還有一些話沒說完的，就拿這樣的參煮一下，可以續命最少2天。對，你說的沒錯。銀行密碼還沒有說出來的呀，錢分給哪個兒子啊？這些來不及說的時候呢，最後就靠這個來吊命的。獨參湯裡藏着的古老智慧，了解的人越來越少，而在飛速發展的時代，人們更願意相信科技變革的力量。在美國啊，最近呢很流行一個詞叫加速主義。美國社會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軟件和科技的進步和物理世界的演化和進化之間呢，完全不成正比。中醫界也是這樣。一方面呢，你看傳統的這個中醫的樣子、情形，幾乎和這100-200年來沒有任何的區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他行業的科技進步，算法、芯片、大數據、人工智能，它以一種日新月異、極其快速的方式在演化。它會以什麼樣的方式來突然來改造我們所熟悉的這個現實世界呢？就像剛才我們坐的這個無人車一樣，道路堵塞，停車很困難，也不是靠道路部門解決的，而是靠一款人工智能結合的無人車出現來解決的。同樣的道理，中醫中藥會不會也是這樣呢？我充滿期待。听说加州有一所中医药大学，不少老师和学生有着物理学或硅谷工程师的科技背景，这里或许是我们观察美国中医发展的绝佳切口。I'm gonna take your pulse. Sure. Can I see your tongue? Thank you. I didn't come from a prior medical background, so I did a complete 180 of a career change. Thank you, Jessica. Yeah, you're all done.
I'm a licensed acupuncturist and also a veterinarian. I've been doing acupuncture on horses for about 12 years now, but I wanted to learn more. Yes. 我的传统背景是科技业的软体工程师，在矽谷差不多工作了20年。有一次因缘际会下，就是我的手骨折，借由中医的针灸的方式，就把我这个手治好。我觉得在美国吧，就是我们常常会有机会，就是体验到中西医结合。身为一个中国人，能够就是把中医好好的学好，然后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Since I'm monitoring your BP like throughout the week, it seems to be fluctuate a little bit more, but the thing is, it's still within the range. I don't know what that was yesterday. Okay. I don't know what the sweating and the instant exhaustion was, but Okay. I'll work on that. Are you still sleeping with a CPAP? Yes. Okay. Well, in the Pivio program, they just told us last week, this is a great way to control your BP too, is to do that exact exercise. 今天我们来到加州呢，一间叫做武系中医大学的地方来探望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这个好朋友呢，之前呢和我们一起就读于中国的一家商学院，也是一个很多大公司的顾问。结果呢，由于生活的种种境况和境遇，推动他成为了一位50岁以后吧，还开始重新学习中医的人。If we can give her only one needle, how can we rule out the different spots? Just in case we need to use one needle to treating that, I probably will using PC6 because it's more direct. Yeah. 过来太惊喜了！你过来做了一个重新五十而立，年过半百学中医啊，知天命了吗？哎，这个好，这个很简单的方法来呈现出了中药的。去年的时候见到几个美国学生金发碧眼，在这儿学习，人家在这儿 PK。他们把整个这一堵墙上轮流去讲这是什么方剂，用于什么药，包括说针灸。刚才你看上课的时候，他讲的不是说我们中文来描述穴位，而是 ST6、SP8 都是用这样的编号。但这些人也用君臣佐使的方式把这些组合讲了出来。那真热爱。我觉得这个学校真的还挺像我心目当中的一个从民间生长起来的一种好的中医学校的样子。人们来这里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要某一份工作，是因为对生命本身的好奇和热爱。这个五系是不是就是五行的意思啊？不是，五系是中医的5个系统：推拿、食疗、针灸、中药，还有气功、太极的。这个学校已经有41年。培养了各个肤色、各个族裔的人。现在在美国、在欧洲、在亚洲、在全世界都有医生。那针灸是需要多少年的这个学习？4年。要4年这么久？对，因为它是一个硕士学位，是一个医学学位。刚刚提到了那个癌症病人、末期癌症病人，他们很疼痛。那方法巧妙，各家有所不同。扎针可以止痛，也有吃中药来调理止痛，用气功、用催眠帮他止痛，不是只有唯一的方法。我说季老师很有隐士高人周伯通的感觉。季老师本身就是学物理学的，他给我教的第1堂课就是物理学的课。酷物理学是误人子弟的物，物理学。我的那个背景主要是西医学，光是用西医的疗法来治疗这种骨关节的再生是很有限的效果。我是觉得中医是一个很重要的辅助治疗，在这种干细胞的再生的治疗过程中。我觉得这其实就像是珠穆朗玛峰，有南坡有北坡，大家会在什么地方去相遇 ？Silicon Valley， 50%以上的人，70%以上的拥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是我这样子的外国人。这些人跟中医碰撞在一起以后，会有个非常美妙的化学反应。有意思的是，如今在美国得到广泛认可的这所中医药大学，竟是由一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欧洲移民创建的。So the inspiration started by reading this book by Ted Kapchuk, who's a professor and doctor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d he had gone to Asia to stud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then wrote this book. And at that time, I was 40 years old, and like many people at 40, one tends to change direction. I read that book, and so everything that
had accumulated up to that point suddenly went to a tipping point, and I said, I want to study this. I'll make a school he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no sup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so I had to find the finances, to set up a library, all of these things. And at that time, one of my hobbies was sailing. Santa Cruz has very beautiful sailing. I decided I would study rather than do sailing. So I sold the sailboat that I had at the time. Hav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America is very special. Our university, from the beginning, could have been either totally American or could have been totally Chinese or Asian, but like the yin-yang, it takes two wings to fly. So we merge everything that's excellent about Western culture and everything that's excellent about Asian culture. And together, it has made a leading university. Whether it's AI and tradition, it's not only AI and it's not only tradition. You mix two, use both, and then you have a bright future. Yin-yang balance. 硅谷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叫做车库文化。惠普也好，苹果也好，都是从一个家里面后面的一个炒台班子开始的。世界就是个炒台班子。你说武系中医大学，在40年前，它肯定也是个炒台班子，可以想象的。它得到了什么政府的大力培植吗？它需要举着什么样的文化旗帜吗？不需要。你只需要允许它自由生长，整个的从政府到民间给予它开放的姿态，什么气功啊、术数啊，什么都可以用，什么都可以学。哎，说不定有一天你会发现，那一些搞科学的、搞物理学的、搞管理学的人，他们传出了一个新中医。这个新中医呢，在高处与真正中医的道汇合了，那是件很酷的事情。其实呢，我这次到加州来找赵薇呢，一方面来看望他，但实际上我知道呢，赵薇真正的投入来学习中医呢是有原因的。我很想把他的故事分享给大家。赵薇啊，我相信每一个生命，他会这样，一定有他的真实的那个故事去推动他。比如我学医是因为我的痛风啊，我自己的父母的疾病，我面临这些问题。你呢？这个事情不得不说起，我的爱子 Jonathan， 在3年多前，因为连续4天发烧，然后就被送进了儿童医院，然后说他得了一种罕见病，他生命的最后3个月，几乎每一天，只要他头脑是清醒的，他都会跟我讨论这个问题。Dad, what's wrong with the medicine system? Western medicine looks so great, fantastic because of the technology. 但是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ctually really cool.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讲过，如果以后有机会，他想去学中医。他肯定要学。他跟我在讨论，他说：“爸爸，医学的未来是什么？”然后他会去讲，医德教育为先，中西医结合加人工智能。然后他说：“爸爸，我想去，我现在身体已经非常弱了，我已经不再是一个百里挑一的运动员了。你去帮我求求安地理医生，让他收我做徒弟。为什么那么多人不信中国的医学呢？”他说：“爸爸，你能够去做一些事情，你去改变它。”所以你某种程度上来说，你现在做的事情，你把捐了一部分钱去做这些医疗，你自己去学中医，自己50多岁的老人家了，是吧？重新学中医，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他生命的召唤。对，是承载着他的使命。因为他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医学博士，他也留了很多遗愿给我。他临走之前，他问我，别人捐的钱没有花完怎么办？别人捐给我们的钱，剩下了一部分作为的启动资金，所以我的第1张支票写给了 UC Berkeley， 然后在那一边去支持 UC Berkeley 的精准医疗的项目。然后更大的梦想是说，有没有可能在 UC Berkeley 建一个新的医学院？他用的词，这是源自于他的词 ，a new medicine school， 不是 new school of medicine。那我们共同的定义是说，医德教育为先，中西医结合加人工智能。
所以这是 Jonathan 留给我的大愿，所以我一直在不停地再去践行这些事情，替他去拿学位，然后去募资去建新的医学院，然后去支持医院的临床以及研究工作，还有就是去做医学的传播。很奇怪，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传承方式。你们家是父承子业，很痛，说实话非常的痛。Jonathan 的这一生可能很短，只有16年，但他已经完成了很多，甚至我说，如果他只有一件事的话，就是今生来度我的，然后给我留下了这些命题。谢谢你的这个聪明、坚强、善良的孩子，谢谢他的发愿。斯坦福大学被誉为硅谷的摇篮。Jonathan 希望拜师的李宗恩医生就是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电气工程学博士，虽已转行并成为硅谷最受欢迎的中医师，但人工智能仍是他关注的重点。很多新的想法跟真的应用，还是真的是亚洲厉害很多。王仁勋讲了嘛，那个人工智能50%都是华人啊，所以可能人工智能最适合华人的头脑。针灸在美国确实是在尼克森访问中国以后再次打开了，在加州是一个大本营，但是大部分都是辅助用，所以我们在希望能够打破这个壁垒啦。我觉得人工智能会帮助突破，因为你能够从临床上重新整理东西出来，他们就比较愿意相信，就跟棋谱一样。围棋你会说从中间下一个棋子，所有的棋谱都会说那是胡说八道，可是现在证明说，这样下竟然可以下赢你原来棋谱。那同样道理是说，中医你说五行的相生相克，用这些规则可以推到真的人体身上。所以它比较像物理学，或者你就去抓住那个大的规律规则，然后就可以慢慢推，可以改变事情了。人工智能说不定找出的规律就是原来人类就是西医这一部分不相信的，可它却证明它是对的。李宗恩医生是梁冬老师介绍给我的，他本人呢就是 WE 的博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背景，他是 UC Berkeley 哈斯商学院毕业的。2007年的时候，他在 CCTV 参加赢在中国的比赛，侃侃而谈讲 Web 3.0，他定义当年的阿里巴巴是1.0，直到今天他所讲的那些东西依然不落伍，依然是超前的。那他的这种思考力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不仅仅是做医生，而是说在每一个环节，有很多人呢会担心，你学中医的时候呢被人认为不科学。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最科学背景的人，他们根本就不担心你对他的科学能力、科学素养、科学背景的质疑。他去学习中医只有一个原因，他在这里找到了隐约的和他们那个领域里面的那个道相通的东西。这个地方我觉得很有意思，它很有那种硅谷的创新工厂的感觉哈，一栋一栋的这样的小的楼。其实成本很高哎，来过这儿的朋友都说，李宗恩医生的诊所是最不像诊所的一个诊所，像是一个高科技的 IT 公司啊。在硅谷的互联网公司孵化早期，如果有钱的话，就应该在这样的地方办公吧？对。欢迎两位。李医生，我们是老朋友，以前见过哈，只是没有来过他的诊所。我们到这边是药房，就是美国我们自己有药房的原因是希望能够控制药材品质的，全部都没有宣工业硫磺，基本上没有农药，没有什么的。然后，那这些进口商会跟我们合作，因为进口商知道我们的量很大，比如说我们阿胶一次进了100盒。所以美国你们这也常常用阿胶了？对，阿胶是合法的。对，那中医其实我觉得在美国还是蛮有它的一个权威性，因为麻黄在美国是禁药，因为麻黄可以减肥，开袋都会死掉嘛。大麻在这里都合法了吧？对，但是麻黄不合法，所以麻黄只有2种可以，一个是吃药厂 FDA 签给你麻黄使用权，另外是中医师。所以美国 FDA 其实是很重视中医，其实他觉得说，麻黄是对肺病很重要。
所以你看很多是在国内的医生不太敢开，在美国我们开很，包括生附子、泡附子，很多有毒啊，你们都开，对，因为在美国是都吃过，对 use with caution， 就是小心使用啊，申办下都是合法，因为他们其实很科学，他们去科研会发现，这个东西如果你经过煮过啊，这医生剂量对啊，不会有事啊，而且很多人证明说确实是有用处，所以美国其实相当的容忍这个不同的文化跟不同医学，其实是可能超过一般国内的人的想象。硅谷呢，它允许你没有条条框框的创造，没有说好坏对错，一切都可以融合。这种丰富的生态，中医需不需要创新？中医的生命力在哪里？我认为恰好就在这里，不一定是西医和中医的结合，一个人工智能和中医的结合，一个物理学和中医的结合，一个管理学和中医的结合，都可能会长出新奇的东西出来。学界的跟我们自己的诊间啊，跟那个这个。以前所谓人工智能，其实只能勉强叫专家系统嘛。这些新的这种 LLM 的 Large Language Model、Transformer 这些去做，它的可怕之处不是这些 correlation 这些相关性，它是先做出一个机器，它有足够的学习能力、思考能力、推理的能力。就等于说你今天10年的老师，10年的跟师傅带师带徒，他可以几天就做完，很多科学家已经做不过他们了。那么请问，中医还有什么用？不能说中医，任何的行业都还是会有用。每10年80%人被取代，20%人留下来，这简直就是一个鱿鱼游戏啊！对，是没有。最后就一个人把所有钱全部挣走，也不一定啦，因为那时候可能是社会制度会改变，就看你这个社会制度是走到乌托邦，还是说一群可怜的拿失业救济金的人，然后几个大厂控制所有资源。这就是社会的分界。这10年之内应该会发生，只是多严重，每个地区会不一样。这两天我坐在这个无人驾驶的汽车里面，看着这个又非常折叠的这个城市，我突然有个感受：会不会有一天，改变中医药，甚至乃至西医药医疗行业的，既不是西医，也不是中医，而是一些算法和有足够的那种随身携带设备的那些硬件采集身体数据的这种数据公司，他们来改变了这一切。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当然，你要对中医要有基本的一些认识啦。它是一个跟西医很不一样的生理病理学，所以硬把化学分析这些分子结构的东西带到中医来，实际上是害了中医。只要最后它能够整理出一些道理来，临床有效果，你就得要承认它。早年我在讲庄子的时候，就专门看到过这一段嘛，叫大宗师啊，以大道为宗师的方法，就是不是以大师，不是以书本为宗师，而是以大道。大道什么呢？生老病死是大道。所以呢，当你抛开老师，抛开以前的所有经典，抛开所有规则，直接向结果、向运行法则学习的时候呢，你往往能看到更多东西。以后的学习中医和学习西医的人工智能，它不以中医和西医作为标准，它以如何改善这个生命指征为标准。硅谷还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话叫 think out of the box，就是要跳到盒子之外。用东方的智慧讲，一切都是空的都是空性，所以我们可以重新去定义。那我们看一下最近的一些启示，一些强烈的信号是什么？比如说诺奖获得者是谁？以前的研究化学的领域的专家，那现在是谷歌的工程师，完全有机会有更多跨领域的，就像你所预见描述的那样，是不是可以以人类健康的标准作为一个重新定义的起点，然后综合不同的类型元素和方案？我们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几年已经证明了帕金森症原发的毒蛋白是从大肠来的。中医讲到，如果你的大肠不好，有沼气累积，到气累积进到肝，那西医会说对啊，因为只有一条静脉血管从大肠到你的肝啊，那肝要负责解毒啊，那你偏偏你肝不好啊，那这个毒素就慢慢在你身体上的血脉神经跑来跑去，几年后造成你大脑变化，中医就认为你有这些症状啊，身体抖动啊，胡思乱想啊，不能控制思虑啊，健忘啊。现在很多网友都有这样症状了。对，所以抖动啊、焦虑啊、健忘啊，在中医早就已经说过，这个病理学未来的中医
将会演变成什么样子？我感受最大就是说，很多人都会跟我讲，李医生，什么时候我可以跟你学中医？从70岁到17岁的学生都有。非常好，在硅谷有越来越多的其他行业的人想要学中医，并且把它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对，那这个就会改变整个大家对中医的接受度。有病人说我在谷歌做，我跟我的谷歌的老板说中医很好，说我们谷歌能不能做一些跟中医有关的东西？对，那你就变成说就是各地开花嘛。我认为今天到了一个这个点，其他行业愿意加入，其他的行业会觉得，不管它是为了人类进步、好奇，甚至为了钱、为了各种发展，会有新的一批的改革。人工智能来了，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硅谷首当其冲，持续被裁员的，而且成批、成千、怎么办？这些人他们来去学中医了，就会说哦，现在我终于有一个不失业的工作了啊，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是学西医的，他会去觉得，一个传统的西医的医师，他在60岁、65岁离开工作岗位退休了之后，他没有本领了，相当于武功尽失啊。因为它是长在那个系统上面的，在系统里边，它需要机器、需要仪器、需要各种东西来。但是学中医不一样，有好多种方法法门来去帮助人恢复到健康。我觉得这其实可能也代表了未来。有意思。一方面，李医生说中医会汇聚更多各行各业的人进来；另外一方面，一个好的中医，它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又可以自己就3根指头，它也可以独立生活。所以呢，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好像它是拥有一种特别适合未来人类生存的一种生命状态。中医到底可以演化成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我们不知道，因为当我们带着某种开放的心情去看的时候，你就意识到，你只需要开放，你只需要去寻找。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凡寻找的必能找到。